那行啊，那今天呢，我是打算跟你聊一下，就普通外贸人呢，应该怎么样去靠独立站赚钱。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也做过那个，就锁定哈，就本来呢，可能想做的是更加深入一点的，但是呢，因为大多数人呢，就是还是对于独立站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同时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建网站嘛，对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这个话题给缩小一点。就假如说你是一个完全不懂网络、不懂域名啊、空间啊这一套东西的人，你也可以看这个直播间，肯定可以看得懂。OK，就我呢提前跟我太太也预讲过一遍，她呢都能够听懂，我相信，就她这个傻白甜都能听懂，你呢肯定可以听懂，好吧？那行哈，我就正式开始来讲了。那我就翻到这个 PPT 的第2页了。我有个很喜欢的人，他叫做 Evan Pajon，然后呢，他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哈，这句话就是 "You can't convince anyone of anything. You can only give them the right information so that they convince themselves." 也就是说，人呢，你会发现也挺奇怪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这个 convince 他，就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你想尽一切办法，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人。但是呢，你如果能够给到他正确的信息，他们是能够自我说服的。我不知道你那个平常有没有这种经历哈？打比方，这个你的小孩儿这个不看书啊，对吧？你说死了都没有用，或者说你的老公呢，这个就是打算买辆车，你说死了都没有用。其实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你先得把这句话给记住，就是人是无法被说服的，他只能自我说服。所以讲呢，我们在设计网页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想着去说服客户，好吧？你呢，必须要给他们提供正确的信息，然后呢，让他们自我说服。那我们在那个做网站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在设计的时候哈，你就得要给客户提供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东西，然后呢，让他们自我说服。你呢，假如说一直呢给他去灌输一些所谓的我的工厂有多大，我有多少员工，我的产品怎么样，质量有多高，对吧？你要知道，人是无法被说服的。如果一旦没法说服他，你这个网站的转化率就会非常的低。OK，我们要去做网站的话，其实跟我们在这个去说服一个人的时候用到的技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好的网站真的是不在于它的皮，不在于它外观有多漂亮，而在于你这个网站是否能够提供正确的信息。OK，就是你要提供 right information。我们绝大多数的外贸网站全部都是说明书式的网站，同学们，全都是说明书式的网站。说明书式的网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整个网站上呢都堆满了自嗨的元素。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常见的自嗨的元素哈，看一下一些常见的说明书式的网站，它们究竟有哪些这个区别？来，先看一些这个做的比较差的那个网站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第一个，相信绝大多数的外贸网站呢也有的哈，就是你的首页会放一个轮播图，比如说像这种轮播图啊，这就是一个轮播图式的网站。像这个网站呢，它的首页就是个轮播图，进来之后呢，每隔个3-4秒钟首页就会轮播一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外贸网站也会做这种轮播图，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网站上面装上一个录屏软件之后，同学们，你装了这个录屏软件，它就会记录下来客户在你的这个轮播图上，或者说在整个页面上停留了多久的时间，然后呢，会看到鼠标移动的轨迹，同时呢，也会看到他有没有点击某些按钮哈。那根据我的经验呢，以及看了绝大多数同学，然后看了他们的网站的经验，我会发现这些网站只要谁做了轮播图，轮播图上的这个停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2秒钟时间就会往下滑。就是轮播图这个东西呢，你如果拿去投广告的话，效果会非常的差劲。尤其是你那个看那个实时的用户数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都是这样子哈，就是看到这个轮播图，然后基本上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直接就往下滑。然后很多轮播图呢，他们摆在这边，他们会把那个信息分散开来，对不对？比如说你那个本来用一张图解释的东西呢，你可能得分4张图去说，就导致呢这个轮播图其实提供不了太多的效果。这第二个自嗨的点呢，在于这个就有些那个同学呢做出来的网站呢，那个 banner 只能自己理解哈。
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司呢，非常喜欢把这个公司的使命放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请看一下，像这家，再往下看，像这个还有一些网站呢，你会发现他们网站虽然说做的很好看，但是呢，这个上边哈写了一些，就是这个你都觉得这个看了有点难为情的哈。你像这家 The World's Most Bankable Investor Brand， 就是这个产品应该是那个某个交换器吧。然后呢，它这边写的就是这个全世界最值得投资的，就最具有利润比的一个产品。请看一下，这就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王婆卖瓜式的自夸式文案，看到吗？很多的网站呢，就是把这种自夸式的这个文案放到它的那个官网上，但是一点都不提供证据。比如说有些那个官网就说我们是这个全中国最好的蓝牙耳机生产商，但是呢，在下面丝毫都没有关于对这个东西的解释。好了，再往下看哈。再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大段的文字介绍，请看一下。像下面这个呢，就是我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我在做 PPT 的时候呢，随便在这个谷歌上找到排名靠后的一个网站，然后随便截的哈。你看这样一大段网站，同学们，一个客户他要有多闲才能够在你的banner 上面，然后滑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是停留下来观看的，对不对？再往下，你看啊，这种大段式的文字是没有人愿意停留的。不信呢，你可以这个做个尝试 ，OK？ 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看都是一样的，这样大段的文字看起来板板密密，一大坨文字是没有人愿意看的。这种就是自嗨式的文案 ，OK？ 就是当你这个想去给这个网站放上这种大段文字的时候呢，你起码要做到哪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我们它会把一些重点变成这种列表，一项一项罗列出来，看到了吗？你如果说想要去做这种大段文字，请一定要罗列出这种列表来，方便人来阅读。你像下面这种也是一样的，你看一项一项这样罗列出来就好了。OK， 做这种列表总好过你做这种大段的文字，好吗？还有一些网站呢，甚至会放上微信的二维码，或者说放上那个 QQ 的二维码，这种东西呢就会影响到网站这个转化率啊。再往下看，还有一些非常喜欢放行业新闻。放行业新闻，它也是一个非常自嗨式的这个元素。再往下看哈，再往下呢，还有这种常见的自嗨的这种东西，就是公司的新闻。公司的新闻呢，我不排斥放哈，但是呢，如果你放的是一些过时的公司的新闻，这个效果就会非常的差劲。比如说像我这边找的这个网站，然后这家网站呢，它最新一条更新的这个时间点呢是2018年。再往下呢，还有一些炫技式的功能哈。还有一些炫技式的功能。什么叫炫技式的功能呢？比如说像这种，它就会这个影响我们的转换率哈。OK， 这个东西就你没有发现这个表单就长得就跟个人口普查表一样嘛，对不对？好哈，再往下，比如说上面这个是人口普查表，对不对？但实际上呢，真正做得好的这个网站，然后呢询盘量也比较多的网站呢是这种样子，就是简单的一个框就好了。就一个名字啊，一个邮箱啊，然后一个信息就好了。再往下说，现在呢，这个理论部分呢已经说了，哇，说了这么多了，对不对？说了这么多了。现在呢，我来跟你讲一下，假如说你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站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开始去把这个独立站给做起来？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往下讲哈。其实说起来的话呢，它是一步一步的。首先第一步呢就在于准备用户画像 ，OK， 准备用户画像。你在做一个网站之前，你必须先得心里面有个用户在，你知道吗？你先得把这个用户的形象先勾勒出来，同学们先勾勒出来。第二步呢也是一环套一环的，等你有了用户画像之后，你就应该针对用户画像去设计 ADA 模型，理解吗？就是针对用户画像去设计 ADA 模型 ，ADA 就是我们所谓的 Right Information 嘛，对吧？那就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呢，我们必须要根据刚刚的4句话，把草稿图给设计出来。OK， 再往下呢，我们就是到第4步了。当你呢有了草稿图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去做原型图了。什么叫原型图呢？原型图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设计一个大概的样子，理解吗？就大概的样子。最后的一步呢，就是去买域名、买空间，然后准备那个接站工具哈。你不要觉得就是
这个域名空间这种东西听起来就头大 ，respect， 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你看一下一个网站，你要真的做出来，真的是很简单。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线下课的时候用的一个建站工具，你看一下，就是左边拖到右边，然后左拖拖右拖拖，然后图片不够大就把它拖大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文字想要改就改一下，你看能有多复杂？不复杂的，真的很简单。你之所以学不会，真的就是因为你一直在找借口，好不好，同学们？真的就是在找借口啊。好了，再到第6步，第6步呢就是最终去把这个网站建出来，并且呢持续的去做优化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整个建站的流程就是这样子。好了，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抄作业的环节。OK， 有同学就说这个工具是什么？这个工具的名字叫做 Elementor。现在我们就其实已经到了尾声了哈。然后从上到下呢，其实我在设计这个页面的时候，就是把这个 ADA 也考虑进去了的。然后你看最上面呢就是一个 attention， 看到了吗？我不求它做的多么的抓人眼球，我但求把它做的非常的这个说人话，对吧？就客户进来之后呢，他能够知道我是做什么东西的，然后往下滑我就成功了，好吗？再往下。这边呢，就是我合作过的一些大的品牌，在这边可以放上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 logo。假如说你不方便展示的话，不放这个板块也无所谓哈。再往下呢，就是放上这个 successful project。我这个大段文字呢，其实做的不够好哈，你呢可以把它分成列表，这样会更好一点。OK。左边呢就是一些我的线下的一些案例展示，比如说我在北美洲，我在北美呢开了很多的线下门面店，我就把那个门面店放在这边展示那个这个案例，对吧？让客户知道这个网站跟我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再往下呢，这边是我的一个 OEM 的服务，我在左边放的是我的一个 OEM 的一个图片哈，右边呢则是一个 OEM 的服务流程，你看这样放一放就很好了。我把这个缩小一点点哈，刚刚放的有点太大了。然后呢，再往下呢，我会把一些经典的设计款把它摆在这边，你看到没有？从这边开始哈，全都是在讲的什么东西呢？都是在讲 interest， 都是在让客户明白这个网站跟我有很强的相关性，理解吧？再往下呢，放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真实的那个视频，这样的话呢，客户看到之后知道你是一家真实工厂，就会很棒哈，就会让客户打消了疑虑。这边已经到了Desire这个板块了哈。再往下讲呢，我就会有一个促销，就会给他一点动力。这个动力就是说，假如说你在我这个网站上下单超过30万美金的话呢，我还会提供一个现场指导。比如说你这个门面店，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话呢，我就会带着我的团队到你这个国家去，给你手把手教你怎么样去开这个门面店哈。再往下呢，就是一个这个物流的一个过程，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是什么的。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个客户的评价，加上一个 FAQ。你像这个呢，其实还是在 Desire 哈。最后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你看到没有？这种表单的设计，其实对于转化率真的很关键。哎呀，我这个真的，我刚刚强调的很大声，我估计你都会吓一跳哈。就是表单的设计对那个转化率真的相当的关键。你看左边我这个表单，看看这个阴影，看到了吗？会浮上来一点点，对不对？就视觉上就很突出。然后右边呢，就是一个那个 slogan，就是 Get free samples today， 看到了吗？我在有一个诱饵去诱导客户给我发询盘，客户滑到这个板块就感觉，哎呀，不给我发个询盘，他都吃亏了，这个 free samples 拿不到了。所以讲呢，这个你就按照这个模子去做，按照这个模式去做，就是你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你按照这个模型去做，错不了，好不好？这个网站就是我说的用那个 WordPress 加上那个 Elementor 做的哈，你不用了解是用什么工具做的，你只要把这个我今天讲的这堂课哈，这整套的思维你记清楚 ，OK， 你把整套的思维你把它那个搞懂就 OK 了，好吗？有了这整套思维之后，你不管自己建站也好，还是你找建站公司去建站也好，你至少不会被坑，你呢至少知道整个建站流程是什么样的 ，OK。